调模式，低档就足够了，够，够一下先。按7秒才能动啊。我操，这鬼东西的动力啊！这个动力是他妈的今非昔比啊！这还是个地档。太爽了，太爽了！这还只是 D 档，我都不敢想象他妈这 S 档是什么感觉。不是很敢去，我敢去，我他妈的！他估计现在那个，对我刚刹车很猛，刚才我一刹车马上爆死，都不需要改，对，前叉都不需要改，以后都不用改。前叉不好说，但是刹车我觉得是够的。前叉又没上山不好讲。前叉还有后档，那我现在看看很舒服了啊，感觉妈的，我感觉给你太小，就是要它小。OK， 现在我们是要加速啊！现在这个路况它有点上坡，但是应该是可以测出来的。1、2、3，走！马油门 ，full throttle！ 哦，打死！你看，它前面有人的话，可以马上停下来。这个加速度，所以说他说这个0到90。它可以在3秒内完成，我觉得它应该是不夸张的，真的是有可能可以做到的。因为现在我这个路况的条件，现在我只能时速做到80多，现在没到90多，因为这个路也很短，一会儿前面就是红灯了。我还是往回吧。哇，这个车子它太刺激了，这个加速力道完全就是跟公升级的摩托车差不多，而且关键很线性，它又不会很突兀，因为它是完全都是没有档位的嘛，它是靠电机传动，所以这个加速力道真的是非常可怕。现在还只是要 D 档，因为是试驾的关系，试驾车没法给它满油门或者说满马力的。如果说 S 档跟那个 T 档的话，有多恐怖，这个感觉有点没法想象啊。刹车力道也很好，而且一切都很线性，它不是那种很突兀的那种动力。当然了，我只是试了 D 档啊，我现在的一切的这种感受都只是针对于 D 档来说。然后还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现在这批清风2代，它整体已经偏向摩托车的配置了。你看它这些前叉的管径，还有前面这个碟刹盘这个配置什么的，就不再像1代它是偏速降自行车的配置。虽然说它重量只是重了15公斤，但整体好像感觉是重了很多。骑行的感受呢也沉稳了很多。我觉得15公斤应该影响不大。然后这个车的整体做工，其实实话实说，当时我们第1代的那些清风1，做工还是有点粗糙的，包括那些焊缝啊什么的。那现在这一批，你看这个做工，它车架都是一体成型的，很精美啊！包括这个后摇臂的连杆装置，这个电机的设置也没有这么多的线头露在外面了，它都是集中在一个大线里边。前叉的内管都还有那个卡西玛的涂层。这个后轮好像尺寸稍微小了点，有点窄。它后轮的尺寸如果再宽点就完美了，但是这个可以后期改。然后这个链条的规格也比清风1代要粗很多。自己带了挡泥板跟导链器，基本上这块也没什么要改。然后他们的球龙的销售人员说，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改的空间了。当然了，以后说不定会出更好的前叉跟后档，我估计也就这些了，要不就是刹车键、刹车这一块。
它好像真的是动力方面，我觉得真的已经是天花板了，很难再有突破了。这种尺寸，就65公斤以内来说的话，哇哦！而且这一代车这个电控已经做得非常复杂、非常成熟了。看到这个车把上的一堆的控制键，就感觉像那个宝马 GS 水鸟这个控制键一样，一堆。有些按键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像这个应该是翘头的那个控制，这个嘛应该是灯光之类的吧。至少这个什么意思啊 ？T2 是什么东西？这个喇叭，这个拨杆是干嘛的？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TC。这里还有一堆，这两个加减号，这里有 Go， 这 Go 应该是启动键，这里还有几个按钮，也不知道什么按，都不明觉厉啊，一堆不知道什么用的按钮，上面这个红色的不知道啥意思，这个要拿到手以后看说明书慢慢研究才能把它所有的功能才开发的出来。清飞西比啊，当年我买第一代清风的时候也要将近2万多块钱，现在再贵5000块钱就可以买到这个配置、这样动力的这个车，我觉得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这里还有一个名牌，看一下啊，上面写什么？78伏24千瓦，额定功率8000瓦，可以。现在我个人观感上啊，就是要改的话，可能这个前面那根把横要拐一下，稍微有点窄，都再宽一点，然后就比较好。它如果改成35口径，这是35还是31.8了？现在看不出来。然后后轮还是比较窄。这么大的动力，我觉得应该还是改宽点比较好。后轮要改一下。然后这个脚踏太阳春了，而且比较相对而言这个抓脚力吧没这么好。其他的暂时我感觉没啥要改的，尤其这个 X 版前面这个灯很厉害，3500流明啊，这个灯的照射性，夜骑的时候应该是完全合格的，根本就不需要再改这种改装车灯了。就相当于是一次性投资，就不用在后面花钱的感觉。然后各位看啊，这个后轮呢，我觉得还是它的一个最大的短板了。然后它关键是你看这个后轮后面，跟平叉跟链条中间还有这么大的空间，这我觉得它就是原厂留在那边，故意给你们留在那边，可以让你们升级后轮用的。这个后轮跟老款的清风还是一样的尺寸，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有点不足。然后清风2还带一个工具包，哎呦吼！带扭力扳手，这个也是原厂附送的。有这一套东西以后自己修车、整车什么的，就不用再去买外面的这些野路牌子的这些工具了。可以，光这一套工具我就觉得挺舒服的啊，感觉很有这种大厂的这种风范了已经。下面岔口注意安全，不要给我摔了啊！来，起一个。别给我乱跳！下次。来！哎呦，可以。它油门全部会调的。它有很多模式呢。来，再来。是不是感觉好像它比疾风好像要难翘点，是吧？它因为它是动力比较线性，它不像疾风这么猛。疾风我也骑过的，虽然我自己没有，但是疾风感觉一把油马上就可以起来，它这好像要翘不起来。应该是好翘，其实不习惯，关键是。给我感觉有点像云豹的。云豹啊？有点像北极豹。就是比较线性嘛，它这个油门就不是那种一冲一冲的那种。这种翘头还是让小伙子翘，我们这种越野老嘚儿还是老老实实山上骑算了。但它有它那个，它不是有那个什么翘头保护的？它跟疾风的尺寸比起来，刚开始没有对比时感觉好像跟疾风也差不多大，但现在放在一起比疾风还是矮一截的感觉啊。不过我就喜欢它这个小，而且你会发现它整体这个线条，包括这个轮廓跟疾风基本上一样。它甚至为了让它很像疾风，在中间还贴了一个，你看这个贴纸，就模仿你疾风中间这个电池那个保护架，是吧？这样远远看过去，是不是感觉就像是一个小1号的疾风？就好像很难看出来这个是清风还是疾风，如果不是就凑近看的话，这感觉你看，
他现在也开始搞这种家族形象一统一这种感觉了，已经。这两台真的很像，就尺寸上不一样，包括这个头管的那个颜色上，可以的。因为我也不是什么专业摩托车自媒体，然后在越野方面呢，也只是一个初级爱好者的水平。那么对这台车呢，我无法做出更专业的评价。我只能说一点，在今天试完这台车后，我立马下了订单，订了一台。那么等我那台车到手之后呢，我会做一个更加长期、更加客观和多方面的评测，尤其会着重拍摄上山和越野的路段的它的表现。看过我以前在杭州骑清风视频的朋友知道，在2021年我买过清风第1代的产品。那么自从我搬到马来西亚居住以后，在杭州的时间呢就相对减少，所以呢骑清风也没有这么频繁了。但这次我回到杭州，看到清风2上市，就立马去试驾，然后毫不犹豫地预定了一台。这说明我对这款越野车的热情还是不减当年。